这个品种特别好玩，一定要看，很重要，而且我敢肯定咱们会入场的，只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你们要看，别到时候入场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啥，我也不知道因为啥。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沙特阿拉伯哈。我昨天还看了好多沙特阿拉伯相关的纪录片，大家对沙特阿拉伯是什么印象？就是从你们在自媒体平台上看到的沙特阿拉伯什么印象？那些人有钱嘛？有钱嘛？对吧？豪车，特别的金色，像土豪，就典型的土豪，就全球的土豪都感觉都没有他们土豪，是吧？其实他们那个家族非常聪明，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只有石油，然后就变得这么有钱。那个家族很厉害，第一任国王冲在前面去打仗，把他那个地给抢过来的，很厉害的。刚开始开发石油的时候，他们都不懂什么是石油，是美国人派着团队过去，派着科学家过去，是美国的石油公司想开发石油，上他那儿去做。当时英国去开发，去沙特阿拉伯开发，那很穷，那个位置什么都没有。英国人去沙特阿拉伯去找石油，没找着，也花了很多钱，后来放弃了。后来是美国的石油公司派了人去那儿找，花了好多钱，最后你们猜怎么着？差点放弃了。最后在一个山头上就把这个石油给找着了，就挖出来，突然就出了好多，产量也很多。然后后来他们就找那种差不多的地貌，就是那种山头那种地貌，沙特阿拉伯很多，发现这个下面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当时他们美国人去找石油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的人呢，就是他们那些国王啊，那边人都笑说不懂为什么这些人在那个地方挖那个化石，后来才知道这个石油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时呢，沙特阿拉伯呢是把这个石油开采权就直接租给美国了，他们分一些收益，但没有分很多。你们知道现在开发石油的这些东西的股权是属于谁吗？开发权、销售权现在属于沙特阿拉伯自己的，他们把那个公司整个开采那个公司所有东西全部都收回来了。这个家族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沙特阿美这个公司而且沙特阿美这个公司不仅在石油开采上游下游全部都去涉猎，很聪明的一个家族，很厉害的，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那样子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样呢？就是这个他当时那个老的国王怎么把人聚集在一起，怎么让这些人愿意去跟随他？特别简单，就全村的人，哪家孩子需要钱了，需要出国留学了，家里有什么事儿了，你都来找我来，我尽量都给你满足，特别逗。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国家，逐渐发展成现在这样，非常有钱。在一个弱势、没有文化、没有人、没有什么能够把这个东西逐渐收在自己的囊中，然后自己又去开发，又去变，又去更多的方向。他不仅石油，好多他都发展起来。他最擅长的就是用石油去赚大钱，拿这个钱直接去买。我不通过你时间去发展去学，直接去买完了你这个公司之后，我就派我自己的人去学，全部都自己人去学。中国也一样，是前面的给你们讲的一些前奏它现在是什么样？沙特阿拉伯现在是全球第19大经济体，市场规模其实很大的。它的石油产业呢，占它 GDP 的30%以上，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60%以上。其实说是国家财政收入，也就是他那个国王，他整个那个家族，就是他这个国家财政收入。人口结构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他沙特阿拉伯人口的中位数呢是30来岁，年轻人口高达45%，一半人都是年轻人有人讲说沙特也在转型。你投资一个基金他不能看他的承诺，不能讲说看他政府讲我在转型，我希望我能够转型，然后我们就赌他转型能不能成功，不能这么玩。你怎么知道他转型一定成功呢？转型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要想一下他的历史，我们说康波周期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他一个新的技术出来，是2代人甚至3代人在青年时代的时候，在少年时代的时候去学这个技术的，是要几十年的时间去普及的。这个国家是基于石油产业发展起来的。你们觉得他们的年轻人的主要知识结构会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判断东西的时候，因为你总看周期的东西，因为周期是一个非常宏观宏大的一个理论，你会发现你不自觉的潜意识的会用一个更长远的
眼光来去判断事情，而不是看他怎么说。你一个民族是基于石油产业起来的，你一个民族几代人都在想方设法的怎么把这个开采权从美国人那里抢回来，去学他们的技术，你怎么可能在短期之内让你的这个产业的结构，你的人才的认知结构转到另外一个产业链上？我觉得这绝对不是10年20年的事情。一个康波周期它的技术普及要多长时间？要30年。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们不会去赌这个事情。本质上这个国家就是石油，投它就是投原油，就这么简单。你不可能说我投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不可能，那就是一个支撑的一些要素，那就它不是主要的那个建筑的一个支柱，它不是主要的这个结构。我们只能看看这个墙有没有快塌的，觉得都还不错而已，但主要的那个我们支撑我们去想去做它的只有一个，看原油。咱们别看说它转型，我跟你讲，我看了好多研报，因为新发行的基金一定是满大街的研报讲它的。广告这个事儿不仅是财经主播的事儿，也是研究员的事儿。那研究报告你要去看，那都是好，没有不好的，但这个绝对不是主要的，就看原油。原油要是顶部，你啥也别想，连分析都不要分析了。说白了，分析沙特阿拉伯就看原油。你觉得原油是全球？因为原油这个商品是什么？是谁来定价的？黑色系是咱们自己定价，像钢材之类的、煤炭之类的，咱们自己定价。有一些东西是全球定价的，都有哪些？黄金、白银、原油，这都是全球定价的。你不可能说其他国家原油是80美元啊，咱们就卖30美元，不可能。这是全球定价的，全球定价的，咱们就看这个全球的原油价格。全球的原油价格要是不行，啥也别想了。对，整个中东，整个那边说转型，你看研报写的非常好，它将来在什么方向转型，什么不看那个，做沙特阿拉伯就看原油。好，我们继续往下讲。这个人口，既然提到了人口，人口是很重要的。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你们还记得这个图吗？这个图是关于美国的人口的，这个是当时这个叫 baby boomer， 就是婴儿潮，在这儿出生的非常多。然后你会发现美国股市在这里是横着走，为啥？因为婴儿他不能创造财富，他一直在消耗。什么样真正创造财富？20多岁了，他可以工作，可以创造，对吧？然后一直到他50多岁以后，老年了，他开始养老，他的消耗就比他的创造要更多了。这也是常识嘛。婴儿跟老年人在一个国家的结构如果过高的话，他就是消耗多嘛。当时这是一个婴儿潮，美国股市是横着走。当这个婴儿潮全部成年之后往上走，当婴儿潮成为老年之后就变成横的了。所以这个人口结构对影响一个国家长期市场走势是很重要的。那么难点来了，这个沙特阿拉伯呢，人口也好，我们也认为呢，石油产业呢，如果走大宗商品大周期的话，那么这个沙特阿拉伯应该也不错。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看啊，沙特阿拉伯它发行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叫什么指数？你们知道吗？在中国叫富时沙特阿拉伯指数。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指数找着了，而之后我给大家放大，大家仔细看这个要素。你们觉得这个指数难点在哪儿？就是它要发行这个指数，在咱们中国发行，这个指数早就发行，在中国要发行这个指数相关的基金，难点在哪儿？咱们刚才开篇的时候讲了半天，我分析到这里的时候，其实难到我了，没有办法分析了。但是潜意识又告诉我，我不能就此停步。然后呢，我就去研究了一下沙特阿拉伯的股票市场。沙特阿拉伯的股票市场呢，其实它建立的很早，绝对不是2018年建立的。这国家的这个家族还是很厉害的哈。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叫沙特全指，就跟咱们这个上证指数一样啊。你去看上证指数跟创业板指数，它肯定它的历史周期是不一样的，对吧？上证指数是从咱们中国有股市它就有了，一看，它的周期是很长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这个长周期的指数代不代表马上要发行的这个富时的这个指数？什么意思？上证指数周期更长，它能不能代表科创50刚发行的？能不能？就假如说创50要发行，然后咱们去看上证指数，因为上证指数的周期更长，能不能？不能，相关性不高。所以下一步我们就要检验它的相关性。
看它俩是不是高度相关。如果它俩走势就一样，那不就可以代替它分析了吗？咱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过去15年，差不多15年的数据拉出来了。从它开始有这个富时这个指数，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它这个相关性，那就是分析不了15年，只能分析后面6年。那后面6年已经说明问题了哈，分析后面6年的日线相关性99%，0.99%，就1的话不就100%了吗？它往上走1，它也往上走1，那就没问题了。你看这个走势基本都差不多，不是100%一样，但基本差不多 OK 了，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科创50当时出来的时候啊，其实是没有沙特阿拉伯这个好分析的。为啥呀？因为科创50其实呢，它没有历史数据。咱们至少这个富时这个基金呢，这个指数呢，它还从2018年就开始有了，咱可以看相关性。其实当时那个科创50，咱就靠猜，咱们觉得从风格上跟这个指数这个结构上来看，应该是跟创业板50差不多的。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其实呢，这个是属于第一个品种，就它已经有这个品种了，但是这个品种还不是它自己，是别人代替它，所以我们说处于1跟2之间，明白了吗？这个指数是有的，产品没有。这个指数是什么指数呢？是它别的指数代替的。好了，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沙特阿拉伯，就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既然已经找到了分析它的东西哈，那么下一步还是那个问题，值不值得分析它？我们看值不值得啊？一个新的品种值不值得分析呢？看它跟老的品种的相关性。如果相关性巨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假如说富时阿拉伯指数跟沪深300的相关性是1:1，那还研究它吗？如果沙特阿拉伯的指数跟咱们沪深300的走势一模一样，咱们还研究吗？不，为啥？我有毛病啊！我有这个产品在我们自己国家，我还玩你干什么呀？我还有政治风险，你那儿还跟我这儿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咱就不玩了。如果它相关性是低的或者负的，那就很好了。比如说相关性是0.6，研不研究吧，就有点鸡肋。那么如果0.2也可以，还不错，基本上它不相关。如果-1，那更好了，是不是？但一般没有这种情况啊，-1一般都会有一点相关性，全球都是会有相关性的。所以它跟沪深300是-0.25，这个品种还是值得研究，还是值得做。为什么我讲这个品种早晚有一天会做？其实你真正做投资，你会发现所有的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很重要的。还是跟你们讲一下吧，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哈？我们从理论上来讲，这是波动性。我们会讲什么高风险高收益，你们记得吗？对吧？这是波动性，这是收益。理论上来讲，我们的组合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基金经理的业绩也好，还是量化基金经理的业绩也好，就是你的这个产品，你的波动性高，你的收益应该是更高，对吧？你波动性在这儿高，你的收益更高，你的波动性高，收益更高。但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它真正的图是什么样，你们知道吗？我说了你们都会惊讶，这是一个补充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它这个相关性。其实真正是这样的啊，不一定是这样的，可能是这样的。我看过一个论文，他把这个东西给整个研究出来，它就是这样的。高的波动性其实意味着高回撤，真正你操作出来的基金的业绩并不是我们理论上的高波动高收益，而是你波动越大收益越低，明白吗？其实跟我们自己投资是一样的。就如果你的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比如说都是 A 股，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低波动性。不懂也没事儿，总之就是说降低风险啊，高风险不一定高收益，你就记住这句话行了，高风险不一定高收益。好，我们看哈，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分析它基本面，我们认为说你沙特阿拉伯，你不用讲你产业结构怎么样，你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型哈。其实还有一个背景知识，主推它转型的那个人后来就不怎么说话了哈，政治斗争，其实他那边政治风险也蛮大。那我们说它主要是针对原油，那我们就投原油好了。为什么要做你沙特阿拉伯？就是说你虽然低相关性，那你沙特阿拉伯跟石油，我选谁呀？既然是差不多，从长期来看你走势差不多哈。你看啊，大家看啊，这个绿色的线是原油，这个红绿色的是沙特阿拉伯，就你基本都差不多，我还选你干嘛嘞？是不是？
那我做原油就好了，它比较纯，就光去研究原油就好了。戴维斯双击是一方面，原油跟沪深300的波动也不是完全相关的，也可以实现低波动。原油的损耗太大了，你们做白银应该就知道，白银的年化损耗多少，你们知道吗？就这只基金它没有办法做到100%跟踪白银，因为它里面用小部分的仓位不是所有仓位，因为它有杠杆的，小部分的仓位去做期货，期货是需要换仓的，它有到期的，它到期的时候需要换到下一个到期的那个产品，在换这个过程中是有损耗的，10%以上。什么时候我们会去投白银啊？就是我们认为白银的年化收益率要超过10%以上才会去做白银，而且我们也会认为说，股市我们比较担心的情况下才会去做白银。移仓换月，在换仓这过程当中是有损耗非常大。原油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原油损耗有多少，吓死你们！你们不去看这个数据，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哪一个基金在跟踪原油产品的时候会把这个图给你看？不可能的，没有基金公司会告诉你的。咱们看一看好吗？看看损耗有多大，基金公司会不会告诉你这个？我们看南方原油从2017年、2016年左右一直到现在，到2024年的6月26号，也就是我准备这个 PPT 的时候，南方原油的收益率是31%，而它的基准是82%，可不可怕？你们知道它的损耗有多大？想跟踪的这个基准是82%的收益率，而它自己这个产品才31%，损耗了50%，大还是不大？大。但这个大它不是道德风险的大，它是操作上它就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它就是要换仓，太恐怖了。所以原油也好，白银也好，只能做小周期，长期持有是没有办法的。原油跟白银不可能长期持有，这不是1年的损耗，这是从2017年不到2017年，2017年左右吧，7年，就这种产品1年10%以上的损耗是太正常了。它损耗每1年的损耗它不是一样的，到这儿它的损耗基本是没有的。2020年往前，它的损耗基本上是它是跑赢的嘞，为啥？它熊市啊，对吧？但你看这个嘞，从2020年这4年的损耗就50%，它这1年的损耗是更大的，这里可能达到了70-80%都有可能。你看这个高度，你看这个高度，明白吗？就在2022年的时候，这种高度的损耗是更大的，不止50%。每1年的损耗还不是平均的，可这个损耗还可能突然间很大，这个玩意儿是不能长期做的。石油这种产品，这种商品的产品是不能长期持有的，你们懂为什么了吧？但是沙特阿拉伯的股市可以长期持有，它没有换仓的问题。原油不敢长期持有，但是有的东西可以代表原油，让我们去长期持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把结论先放在前面？其实按理说呢，一个短视频应该是金字塔结构，把结论放在前面这样过来，那就没有推理的过程了，就是这过程就不爽了，就是它会很快让你满足，这过程是最美好的所以沙特的东西是可以持有的，但是短期它也有可能有区别这种位置有区别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说政治比较紧张的时候。可是我们拉长周期看，基本上特别是在后面这几年特别是在2015年以后，基本上它就是高度相关了，就最近的9年你看后面基本上就高度相关了嘛，基本就是跟踪原油了。沙特阿拉伯的指数我们会去做的时候看原油周期位置，